接下来讲这个大洪水，就是这些外星人，他们跟地球上的人类开始产生了感情，产生感情之后呢，就造出了所谓的半神，一半人类基因，一半外星人基因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外星人是不允许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怕重蹈覆辙，就是当年那个 AI 的那个覆辙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是有寿命限制的，地球生物它是有一个几十年的一个限制，在这个固定条件。比如说，他们属于高等文明嘛，高等文明如果一个高等文明它能活几百几万年，那其实它的欲望值会非常小的，没有那么多的恶意，应该这么说，或者甚至长生不老，因为它无所谓，因为它死不了嘛，只要不触碰到让它死亡，它就不会有恶意。但是人类的寿命很短暂，所以必然会衍生出恶意，因为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让自己生存，恶意是从生存环境来去产生出来的嘛。如果你让一个拥有欲望的生命体，同时又拥有了超能力，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文明，而这个文明呢，就是无比接近于我们外星人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那我们就觉得太危险了，他们就会这么认为。这是我自己捋的，我杜撰的哈。对，这是我自己杜撰，因为我想捋他为什么会害怕外星人跟人类相结合产生那个半神出来。所以恩利尔就生气了，然后他就生气呢，他就觉得你不能有这些，然后我就要降下惩罚大洪水，然后呢大雨，因为苏美尔讲记载就是恩利尔是掌管洪水和雨的，就是说他一生气他降下了大洪水，然后呢把人类要灭绝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恩基很喜欢人类嘛，然后恩基呢就去提前在恩利尔去降下这个惩罚之前，恩基就去给一个半神偷偷告诉他这件事情。这个半神呢就去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造出了一辆方舟，这个方舟呢就救活了很小一部分人，而大部分的人类都死了。这个就是后来圣经里讲的诺亚方舟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是在去讲的其实是苏美尔的故事。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呢也有大洪水，就是共工做的事情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共工第三个人物。对，没有方舟，是讲的是大禹的治水嘛。然后当然大禹治水里面也有一个神话故事，帮大禹治水的人是巨人。当然这个我们历史没办法记载，因为这是夏朝之前的东西了。历史上记载的东西有一部分是说商朝之前是有神有巨人，但是商朝之后就没了。但是这个我们在史记上也没办法去考究这个事情，只是这野史，神话野史。这里面还有几个契合点，我想想，是我们中国的神仙讲的说，也是说神仙是不能跟人类谈恋爱的，跟人类在一起你属于触犯了天规，对应了他们那个外星人的那个不能跟人类在一起相结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生出来的人是半神，所以就有了沉香嘛，这种半神。但是你知道沉香这个神话故事讲的，沉香之前是被二郎神带到天宫上去的，没有让他下来。沉香是为了救母，他自己偷偷下凡。苏美尔讲也是这样的，包括那个希腊神话也是这样讲，就是说宙斯他有一个孩子叫海格力斯，就是大力神，他就是半神，但最终他会把这些神都带回到他的天上去了，他不让半神跟人类在一起居住。这也契合了，就是说一开始你有外星人跟人类那个生出了半神的话，外星人第一反应是要把这个半神给带走的，不能让他们跟人类生活在一起。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又要讲到海奥华预言了，又扯了个预言出来。海奥华的一个预言神话里面讲的就是说，一个人他被外星人带走了，就这个外星人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，然后人类到底是什么人，然后我们说我们人类其实是一个很低的文明，还有这个宇宙其实有9级文明，有九层文明。文明不是维度啊，文明只是还在这个宇宙里面的一种生命体，但是这种生命体它可能是文明比较高的，然后可能甚至他们可以长生不老，就类似于这种吧，科技也发达，然后很有可能这个阿努纳奇人他就是非常高等的文明，来到了这种我们低等文明的这个地球上。这里就有一个点，就是说海奥华里讲的是9级文明嘛，我们中国神话讲的是天上有9重天。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这个点其实要结合到一个物理现象，这个是我后来去查的资料。宇宙里面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它的质量越大，时间是越慢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个星球可能它刚出生才1年，
一个巨大是地球的几亿倍或者几万亿倍的一个星球，它可能这个星球才转了1天，我们地球可能已经50亿年没了，地球可能从生下来已经爆炸了，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，就是说它，所以就是质量越大，它的时间越慢嘛，所以这就契合了，很像是天上1天，地上1年的这个感觉。比如说这些神跟人类讲说啊，我们在我们的星球上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才过了1天，但你们地球上已经1年没了，很多的那种很奇奇怪怪的契合点，哎，有点像对对碰，对，这样听着玩吧，没用的知识点，就好像哎，挺有道理的，好像，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认知的逻辑来去捋一捋，好像也能捋顺它。然后我又看了一个生物学的一个讲的东西，说我们人类的 DNA 跟大猩猩的区别就这么一丁点，比如说一长条，它就这么一小段是不一样的，就因为这么一小段，我们人类就区分开了大猩猩，我们就变得没毛，他们有毛了，然后我们变得有眉毛，他们没眉毛，就是没他那么强壮了，但是我们的智商比他们高了。有没有可能这一小段就是阿努纳奇的实验的那个 DNA？ 对对碰上，消除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对对碰。早期他是先拿地球上各种生物来去做实验嘛，拿他们 DNA 去跟各种生物来去做实验。那我觉得那做出来不就是奇形怪状的生物吗？那不就对应了《山海经》讲的以前都是一些珍奇异兽吗？就是珍奇异兽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是失败的产物，然后可能要不就把他们灭掉了，然后要不就把他们带走了，所以地球上就没有了，看不见了，只留下了人类，有这个可能性。这只是对应了《山海经》，讲了好长，我还能接着讲，我能聊好长时间。我没用的神话故事有可多了，再聊3年3夜。能不能做个总结？怎么总结？我在想，所以说，如果要给这个神话故事做个总结的话，就是 ，OK， 先就到这里。梦到什么说什么。好，别说，拜拜。拜拜。